好，谢谢卡梅尔。那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我叫欧马。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湾军事的讲师，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这个讲师的范畴呢，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大规模，但现在就是只有小弟为在服务。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有兵士、Amg Smart、Speedo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询问啊。但是我并不像卡妈说的，我问不倒。事实上，我有我的知识极限，但是我想办法。今天你们是媒体，所以我想办法。如果我可以取得各种方式找到答案的话，我一定会跟你们讲。其实今天已经快没梗了，我们用完了猪骨汤，也用完了 cappuccino， 也用完了恋爱，但是我们也想跟大家讲的是，这台车不会是你们一开始喜欢的车子啊，这是我要跟大家沟通的重点。因为很多车子你开起来是兴奋的，这台车没有兴奋。可是这台车子，如果你今天真的买了它，你开了几年之后，你会觉得它才是你想要的东西。在某些情况来讲的话，当你在高中生的时候，你应该是不会选择我们的车子啊，你可能会选择63或 GTS。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大学生毕业了，找了工作了，你开始要有沉稳的步调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回归到我们43比较务实的一个产品。好，在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先跟大家沟通一些很基本的概念，也就是从头到尾。当然，等一下你们讲到所谓的45跟43的定位，我也会跟大家做个说明。不过在最开始的投影片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在 Amg 我们做了两个产品的变革，它是在命名上的一个区分。从2年前开始，我们第一波出来的是叫450 Amg， 那这台车子我相信大家在市上都还看得到，因为它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这2台车子出来之后呢，很多情况之下，我们永远都在吸收顾客的声音。所以当这2台车子在美国上市之后，我们听到很大部分的顾客反映是，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好，他们开起来甚至不像是纯正的宾士车款，所以他们开始要求说，这些车子应该值得多一点点 logo 吧。而这个 logo 他觉得不是 MD logo， 而是 Amg 的 logo。那很自然的，当我们在 MD USA 听到这样的反应之后，我们也反馈到 headquarter 去。那 headquarter 也发现 OK。接下来我们Amg 的产品，我们应该用一个品牌的逻辑来沟通。所以在这2个产品出来之后不久，我们很快的在16、17的 Model Year Change 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车子全部都改名为43。改名为43的好处，我当然知道对各位来讲，你会觉得好像又复杂了。刚开始不是切得好好的，为什么现在要变成一个牌子？但是我希望在这边的投影片可以让你们知道，这个一体化的一个家族名称到底它的优点在哪里哦。我们先看这个三角锥的右边的部分。那右边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对抗一些纯种的性能品牌，比方说保时捷，比方说玛莎拉蒂。那这些车子你会发现，它们都有同样等值的产品系，就是它们有休旅车、跑车、房车。那其实当你对应到我们的 Mercedes AMG 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我们未来的产品系也是这样子让人感到精彩，因为我们有全车系的产品。所以当我往右边打的时候，我可以真实的比品牌对品牌，这叫做 Mercedes AMG versus other competitors。那这些 competitors 是你们一直以来都觉得它是充满性能味的，当然 AMG 也是这样的产品。所以我往右边是有这样的原因。往左边的情况之下，我们做了一个区隔是，以前我说 C450 对上的是 S4 跟 M340i， 现在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不再沟通这种中阶产品，因为不管怎么样，它是一台纯正的 AMG， 所以我们让消费者有清楚的概念。如果你要舒适，你就买宾士；如果你要甩尾跟烧胎，请你买到最顶尖的63系列。如果你希望买到以前你在宾士跟 AMG 体验不到的车子，那种车叫做融合了日常实用性跟运动价值，那请你来选择我们的43 AMG。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清楚的跟客人沟通，我们不再有3阶段的品牌，我们只有宾士跟 AMG 这2个牌子。OK， 好。那在讲车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分成很多的概念啊。第一个是在外观的部分，现在开始你看到外面的车款，其实很多车子你觉得它好像是有 AMG line， 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些车子它并没有 AMG logo？ 因为我们当做了品牌的区隔之后，现在开始所谓的 MD 车款加上 AMG line， 我们都叫运动版，不会再有任何的 AMG 名称出现。你在车上也看不到任何的 AMG 的一个名牌，比方说后行李箱盖没有 AMG logo。好，那所以在 Mercedes AMG 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有这个东西，而且它的 logo 会在不一样的位置。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一般 MD 车款的话，所有的车型名称永远都在左边，右边并没有 AMG logo。有的话，我一直在讲，那个 logo 是8000块的东西，但是车主非常热爱我的品牌，所以他花了8000块去买了一个非常正品的 AMG logo 贴上去。但是在现在开始，我们已经没有再提供这样的 logo。不过，如果你今天买的是正的 AMG 车型的话，你的车型跟 AMG 的名称会相反，
所以你的车型原本是在左边，现在会换到右边，同时在左边会换上 AMG logo。听我讲，我们都觉得好像有点复杂，你直接看这台 GDS 就知道。所以它的 AMG logo 会在左边，而 GDS 的 logo 会在右边。在所有AMG 的家族，基本到43，高到63 GDS 全部都是这样子。好，那在我们 AMG 车系呢，我们会另外分成2种车款，一个叫做性能房车，它就是43、45跟63，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去跟大家沟通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不会沟通到，它叫做GT Family。那这个 GT Family 就包含了 GT、GTS、GTC、GTR， 很多车子也许你们都已经试过，但是台湾还没有上市。不过 GT Family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所以我们今天会把它切开来，因为在 AMG 的产品里面 ，GT 是在上面独立一个，下面才是它的性能车系。OK，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很仔细看就是这一块，43、45跟 AMG。在看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能够讲到很 detail， 但是这些 detail 到最后，我都会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塔妈所谓的猪骨麻辣烫，就是这种东西你一定要体验完之后，你才知道它的价值。很多时候你发现开到63，好像你的驾驶技巧很差，因为你轻轻踩油门轮胎就开始烧开，就开始甩尾离地。在43你不会感应到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因为在43的时候，我们把它的马力跟底盘调教得非常完美，让你会觉得你的驾驶技巧非常的精进。而事实上，只是因为我们为了让这台车更平易近人，所以它的特质不会让你在半天甚至1天体验到。但我一直觉得，当客人开了3个月、6个月之后，他就会发现 ，OK， 原来这台车才是我梦寐以求的车款。好，在引擎的部分，我们先用同样的车系概念来解释哦。我们有 C400， 但是台湾没有引进。C400 这颗引擎它的代号叫 M276， 这颗引擎在德国的引擎 V6 引擎工厂做一个组装，它在 Bad Cannstatt。那往上去看，你可以看到 C43，C43 的引擎一样叫 M276，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开门见山跟各位讲的是，这2颗引擎是一样的东西，我们改变的只有一个东西叫做 ECU 的 program。所以当我把 ECU program 改变之后，原本333匹涡轮增压值是 0.8 bar。到了 C43 367匹，我们的增压值上升到 1.03 bar 左右，也就是15 psi。好，这样子的改变代表的是什么？我已经不再有 one man one engine 的概念了。所以为什么43在45之下，45永远都是 one man one engine？ 所以你看到45跟63引擎盖打开，大家都会想拍照，因为上面会有一个技师签名的一个名牌。那同样的，这些引擎如果在63的情况之下会更严格，因为63的引擎我们只有在Alfa Romeo，就是 AMG 的总厂做生产。在45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在 MB 的4缸引擎，也就是 Coleda 的这个4缸工厂做生产，但是里面我们为了一个工作区，训练有素的技师用 one man one engine 的方式组装这样的引擎，跟其他的4缸又是不一样的概念。好，但如果在43，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基因了，所以没有这样的基因，重点是什么？我们希望拓展我们的市场，所以希望拓展市场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车型，足够的车型，换句话说，我们要有足够的量。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必须要提供一台车，它可以简单的用 ECU tuning， 就让你体验到 AMG 引擎它非常快、非常激进的一个反应，这是我们的概念。OK， 好。那今天你会开到的车子其实有非常难得，我很佩服。这个 PR 部门可以把所有车都接来，所以现在在市面上所有你在台湾买得到的43车型，你全部都会开到。那在这里面呢，有一台车比较特别的是143，因为你会发现143它的马力已经提升到401匹，已经超过了4维 AMG 381的一个范畴。那很简单的概念是因为143比较重，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的马力提升。马力提升的情况之下，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也就是0到100。它的加速性还是在一般43所谓非常适当的一个 range 里面，大概都是在4.5秒、4.6秒左右。那前几天有媒体在问说，这个 GLE 43为什么没有把马力提升？它的0到100是5.7秒。有一些很根本概念，我必须跟大家讲当我们开始做 GLE 450的时候，这台车卖得很好。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在 Model Year Change 改成 GLE 43就把马力提升上去，因为我相信你们会知道，这会换来很大的一个顾客疑虑。为什么刚买的车子马上它的引擎动力就调降了？好，那同时在143，我们希望让这台车子定位在一个非常舒适定位的等级，所以我们也会让这台车子在这个时候推出的时候，马上让它的马力与时俱进，跟得上一样的0到100的一个性能表现。OK， 好，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发问。那在43它的
boost pressure 是1.1 bar， 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那它也换了新的涡轮增压器，所以143基本上它的涡轮增压器是不太一样。好，第二个变速箱，很简单的概念是我们现在开始都是所谓的9速变速箱。那再一次的你会发现一样的逻辑，我们在一般的 MB， 比方说 C Coupe， 现在开始我们都是9速变速箱。C Coupe 往上到 C43， 它还是9速变速箱，所以改变的是什么？再一次的，阀体里面的电路板里面的程式我们做了改变，所以你今天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反应非常非常的快速。9速变速箱跟现在你体验到的同级产品来讲，我们的档位都是胜出的，所以胜出的表现并不在于说我告诉你它的加速会比较好或怎么样，只是说它有绵密的档位，让你在山路的时候可以更精确的去操控它。我相信这是比较实质的特质。在所有的 AMG 车款里面，我们希望让43拥有日常实用性。日常实用性代表的就是 Eco 模式必须要具备，所以 Eco 模式你发现在43才有，45跟63很抱歉，最吉娃娃的感觉只有在 Comfort 模式，你没有在更 Comfort 的一个东西。不过在43你可以有 Eco，OK？好，那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概念啊 ，Rain Star， 我们在烧开的感觉里面，我们都会提供这种类似弹射起步的这种功能，所以在43。我一直跟各位沟通，这是轻手20年的东西，所以我们不会提供比较刺激的弹射起步的功能。那这也是一个清楚的定位，让你知道43、45、63的一个差异。OK， 好，这是今天你会开到的车子。那有些概念是在所有的43里面，你们都会在安桌上看到一个 M 按钮。当你按下那个 M 按钮之后，换句话说，你得到的是纯手动的控制。纯手动的控制意思是说，当你今天 key down。档位不会退档。当你今天全油门下去，档位到了红线的时候，它也不会升档。所以这是完全手动的概念，让你可以自主的操控。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东西，你喜欢开自排的时候，突然来一点手排的换挡，那就请你直接拨动你的换挡拨片。当你拨动换挡拨片之后，它会瞬间从自排转成手排。如果你转到手排之后，想要快速的再切回自排，请你长按升档拨片，大概1.5秒钟，它就会快速的切回自排模式。OK， 那所有的 AMG 43里面，你们都会有所谓的3阶段 ESP， 这个 ESP 也就是在正 AMG 才有的是 On、Sport 跟 Off， 也就是全关。在一般的宾士里面，我们特别把这种东西藏在很里面，所有的车主都看不到，除非你看了车主手册才会找到这个功能。因为宾士在意的是安全，所以 ESP 我们会藏起来。不过在 AMG 里面，我们希望你可以彻底的体验到这个车子的动态特质，所以一样在中央安座上面会有一个车子的一个图案。那当你轻按的时候，你就可以在 On 跟 Sport 中间做切换，长按就可以完全 Off。不过当你下一次熄火再发动，它都会预设回到 On 的一个阶段。OK， 好，悬吊的部分。这是第3阶段，我们讲完引擎、变速箱、悬吊。悬吊的概念其实很好去沟通，因为在悬吊我们要提供的是最高等级的舒适性。那换句话说，什么样叫做最高等级？我把所有最新的科技都给43，这就是它的概念。所以你在43里面基本上，如果车系没有提供可变阻尼的话，那就是我没办法给你的。但如果在这个车系里面我有可变阻尼，我一定会给你。换句话说 ，SLC。它是没办法提供可变阻尼的，所以即便到了 SLC 43，你的悬吊也不能变。但是在其他车系 C Class、GLC、E Class 这种等级，我们原本在车系里面就有提供到高规格可变阻尼的悬吊，在43里面我绝对会给你。一样，在中央安座上面会有一个弹簧的按钮，当你按下去之后，你可以做3阶段的一个阻尼设定。好，所以这个非常特别的3段阻尼以及 Air Body Control， 尤其在 E Class 里面，我特别要跟各位沟通。我们今天有一台143，这台车子搭配了，我相信各位都知道，在目前车坛里面，很多人都在讲所谓的3/7式气压悬吊，其实我们从 GLC 开始就有了。所以这套悬吊它在空气弹簧里面有2个阀门去做控制，换句话说，它有3个空气弹簧。当我今天把阀门关闭的时候，我的容积量被压缩了，所以它的弹簧阻尼是最硬的。如果我今天要让弹簧阻尼变软的话，我就直接把2个阀门直接打开。所以以前你知道的是这个 hydraulic strut， 也就是所谓的阻尼筒本身当然可以提供阻尼改变，现在连弹簧也可以提供阻尼改变，这是第一次我们可以有2阶段的一个改变。143跟 GLC 43都有，今天有2台车可以让各位来体验一下。OK， 好，这就是你们今天会开到的车子。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Air Body Control 你可以发现143跟 GLC43全部都会有。那所有的43车系基本上除了 SLC43以外，全部都是4轮驱动。我们只跟各位沟通一个东西，这台车的4轮驱动的比例是前31后69。以前在450是3367，但我相信不管那个2%，重点是这台车的4轮驱动是偏向后驱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机会的话，你会发现它在类似转向过度、甩尾的情况之下，它的表现非常的自然。它偏向后驱，但是它不会像63这种麻辣锅一甩就是甩到天荒地老去了。所以你可以试着去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去体验一下它的极限。那 SLC43原本我们就没有提供4轮驱动。所以在 SLC43它是纯种的后驱，换句话说，367B 传在了2个轮胎上面。如果你今天开车把 ESP 设在 Sport 的情况之下，在 SLC43直接禁止踩油门，它就会马上一档直接到红线去，就是出现烧胎的概念，因为它只有后驱。OK， 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 SLC43已经是现在 Range Topping 的版本，我们没有 SLC55了，所以 SLC43已经是 AMG 里面最强的版本，所以它的哈扣的氛围会比其他的43再浓一点。好，最后一个是刹车。好，刹车的地方呢，先从颜色来看啊，43车系永远都得不到红色卡钳啊。当然，如果客人有兴趣，那是他自己的需求。不过在43里面，你只有一台车可以得到红色卡钳。我相信你们知道，就是 SLC43，因为 SLC43已经没有在网上的车子了，所以当你今天选了操控套件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得到 LSD 加上红色卡钳。但除此之外，其他的43都是银色卡钳。我们在碟盘的配置之上，跟一般所谓的运动版的差异是，我们在前轴提供了更大的碟盘尺寸。它虽然都是固定式4活塞，但是它的碟盘尺寸更大。后轴碟盘大部分是没有打孔的，为什么？因为43的动力不需要打孔，但在45跟63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不一样的逻辑。好。在这个刹车碟盘里面呢，今天这会是你们开到所有的产品新配置的刹车系统。那同样的，唯一一个有打孔的也只有在 SLC43，因为它是 Range Topping， 再次的沟通。但其他车系基本上你的后轴都是标准的铸铁复合材质碟盘。好，有一些外观的特征一定要跟各位讲一下，就是你们可以在车身外观看到的。当初我们从450转到43的时候，很多客人就说：“你就多加点 AMG 吧，既然已经叫它是43 AMG， 为什么不多加一点？”很多情况我们也想加，但是当我们跟全世界各地的工厂去沟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这样做。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在 Model Year Change 的时候去改变这些东西。换句话说，现在开始你看到的是最多的 AMG logo 的氛围，包含的是钻石水箱护罩的一个小 AMG 名牌。还有车侧加上 Bi-Turbo Formatting 的字样。SLC43没有4轮驱动，所以你只有这样子。OK， 车尾的 AMG 像这台 GDS 一样，以及类似4出的尾管，加上这个黑色的后视镜。很多人会有疑问，就是当我今天如果是买金属黑的话，我的后视镜是哪一种啊？那这又是一个例外。当你今天买金属黑的车色的时候，因为金属黑跟塑胶黑看起来是非常不一样的质感，所以你买金属黑的时候，你的后视镜也是金属黑的。但只要你不买金属黑这个颜色，其他颜色我们都会换上这种，就是我们叫solid tan， 就是没有任何金属成分的黑漆。OK， 还有一个各位都很想看到的就是 AMG logo 字样的卡钳。以前在450你们应该知道还是打 MD logo， 现在已经换成 AMG logo。好，所以讲到最后，还是想跟各位讲的就是，今天希望在绵绵细雨当中慢慢的跟他谈恋爱，因为这台车子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相处。你可以牵着手牵20年啦，但是我相信它不是你一看到它就想打击的对象，所以这台车，希望大家可以在细细品尝当中体验出它的一个特质。谢谢大家，谢谢。